取自己的钱向做贼周律师取款被反复盘问，冲上热搜道出了多少人的憋屈，现在去银行取钱是不是总被柜员的灵魂三问搞到崩溃？用途是什么？给谁转什么理由？明明是自己卡里的钱，却要像自证清白一样汇报央视，都看不下去了。反诈绝不能误伤老百姓。那么你觉得银行是保护还是越界？我先给大家捋捋这个堪称魔幻的经过。周律师，一个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出差时想取4万块钱急用，他心想这还不是小事，一桩本人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取的金额也远远没到国家规定的5万报备线，按理说应该畅通无阻，对吧？可现实却结结实实给了他一记闷棍。袁一听要取4万，眼神立马就不对，开口就问取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周律师心里嘀咕，这还没到5万呢，但还是客气的回了句个人消费。你猜怎么着？人家银行说了我们这儿的内部规定，1万以上就得报备。好家伙，国家标准是5万，到这儿直接打了个2折，你说这谁受的？是我师了。为了赶紧拿到钱，周律师忍着不快编了个更具体的理由，说朋友结婚要包红包，这够实在了吧？可更绝的还在后头，柜员在系统里扒拉了半天，说根本没红包这个选项。这还不算完，他居然翻起了旧账，指着1个月前的流水问，那这笔进来的钱是干嘛的？看到这儿我血压都上来了，周律师当场就炸了，对的那叫一个漂亮。你们是公安局吗？公安局没立案都不能这么问。最荒诞的是银行说不通，居然嚷嚷着要报警，结果警察没来，僵持了半小时，银行又怂了，说哎呀联系不起。骆驼富神哥，上你要取就取吧，但这个时候取不取钱已经不重要了，这口气谁也咽不下去啊。周律师最终一分没取，拂袖而去。这事儿搁谁身上不觉得屈辱？取自己弟的钱取出了犯罪未遂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最可怕的不是某一个柜员的态度问题，而是背后那种理所当然的规则。错位上面本意是好的防诈骗嘛，咱们都支持，但到了下面怎么就变成了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1个的懒政了呢？银行为了自己省事儿，规避风险，就把一道道紧箍咒套在了咱们此部普通储户头上。今天取1万要报备，明天是不是取5000就要查3代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种土政策带来的隐私泄露风险简直是无孔不入。他们凭借什么查我1个月前的流水？我买什么？给谁红包？凭什么要跟一个金融机构事无巨细的汇报？这根本不是保护，这已经是越界了。幸好这事儿央视都看不下去了，出来发了声明，却指出反诈不能层层加码误伤老百姓。这说明什么？说明周律师的抗争替咱们所有人喊出了心声。太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有网友说，我老家有张卡好几年没用了，去年想拿出来转笔账，你猜怎么着？手机银行上一操作，提示我超过单日限额。我一看限额8500，我当时就懵了，我卡里好几万呢，8500够干嘛？想提高额度必须得本人回老家的开户行，带上一堆证明去申请，这不纯纯的折腾人吗？第二个更常见，叫手机转账被卡脖子。现在数逗号，好多新办的卡或者不常用的卡，手机银行转账的额度低得可怜，有的一天就只能转1-2千。你想网上买个贵点的东西，或者给家人转个账，根本不够，用想提额行去柜台填表，说明用途，有时候还得看你社保流水，搞得像审犯人银行的本意可能是防诈骗，但这一刀切下来，切掉的大多是咱们正常用户的便利。第三个就是终极哲学3问，不管取钱还是转账，柜员或系统总会悠悠地问你一句，请问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现在这个问题简直成了标配，有逼有斯锅里斯多州。朋友给孩子交学费取5万，被要求出示录取通知书。有小伙取钱买车，被问要购车合同。最离谱的是，我有次只是想赚笔钱给朋友，应急都被追问对方是你什么人，具体是什么急事儿，我就纳闷了，我自己的钱怎么花，花给谁，还得事无巨细的打报告了。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周律师的遭遇只不过是这些日常麻烦的一个集中爆发，一个升级版。咱们平时遇到的都是小磕小碰，他是直接撞上了一堵墙。那么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干？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会把客户都得罪光吗？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觉得就是银行店大欺客，
但仔细一琢磨，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更像是一场好心办坏事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最根本的一个词叫懒政，大家别误会，这不一定说是银行工作人实握原懒，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懒。你想啊，现在反诈的压力多大啊！上级部门对银行有严格的考核，万一有一笔诈骗款从某个柜员手里流出去，那处罚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对银行和柜员来说最安全最不会犯错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把所有人都先假设成可疑分子，把规矩定到最死，相比于花大价钱去升级风控系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去精准识别骗子。现在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成本最低啊，给所有账户设个低限额，取钱就问这好吗？东问西，这在管理上最省事儿。但问题是，这种省事儿的代价是由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储户来承担的。其次，银行的角色彻底跑偏了，他从一个金融服务机构慢慢把自己当成了准执法机，好批落购。银行的核心职责是什么？是帮我们保管好钱，并且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方便的让我们用钱。他是个保管员和服务员，不是侦查员和审判官啊。周律师那句灵魂质问，你们是公安局吗？真的问到了点子上。就连公安局在没有立案调查之前都没权利随便盘问公民的资金流水。你一个商业银行凭什么越这个界？这就是央重师大。像小区物业，它的职责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但他要是天天盘问你家里为什么昨晚来客人进门还翻看你买菜的袋子，说是为了小区安全，受理办次得了吗？这明显是界限不清，用力过猛了。银行在反诈的大旗下有点飘了，忘记了自己服务者的本质。最后也是最讽刺的一点，这件事陷入了一个本末李郭省我倒置的悖论。我们来回想一下最初的目的，反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财产权，让我们的钱更安全，对吧？这个初心绝对是好的，但现在呢，为了保护我们的钱不被骗子骗走，银行设置的各种限制，反而导致我们自己的钱我们自己都很难自由的用了。这就像什么呢？就像父母担心孩子看狼齿电视伤眼睛，出于爱护直接把电视锁进保险柜，还把遥控器扔了。结果是电视确实不会伤眼睛了，但它作为电视的功能也彻底丧失了保护财产权。关键的核心是使用权，如果钱放在那里看得见却很难用，那这种保护还有什么意义？这岂不是成了因噎废食的现代版？所以大家看，取个钱这么件小事背后，其实是懒政思维、角色错位和本末倒置这几个深层问题在作祟。它不是一个柜员态度不好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系统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扭曲。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明白，我们才能不满的根源在哪里，也才能更清楚地知道未来应该呼吁朝哪个方向去改变。既然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了，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忍气吞声吗？上汤中时，当然不是我们值得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首先最关键的出路是让监管变聪明，而不是变粗暴。就像央视里提到的那个特别好的词，无声监管什么意？私呢就是银行，你别老是派个柜员像查户口一样问东问西，你得学会用技术手段。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你完全可以把风控系统做得聪明点。一个聪明的系统应该像个经验丰富的老侦探，他能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出真正可疑的交易。比如一个平时消费很有规律的老太太，突然要一次性给1点多宠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这时候系统报警，人工介入提示风险，这叫精准防控。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现在的情况是不管3七21，把所有人都当成险主，以数合作人来防着。就好比为了防小偷，在每家每户门口都派个保安站岗，这不叫安全，这叫扰民。真正的智慧是让守法的老百姓感觉不到监管的存在，让坏人失礼痛度的异常行为无处遁形。其次，必须把权力的边界给划清楚。银行你得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你是服务的提供者，是资金的保管员，你不是执法机关，你的划清楚。权力是有边界的，核心是风险提示和在有充分证据时的临时管控，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审查和限制。
我自己的钱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我的，这是底线。你的 G 线责任是保护我的钱不被坏人骗走，而不是你自己站出来给我的钱使用权设置重重障碍。这个主次关系绝对不能颠倒。另外，大家别灰心，央视这次的大篇幅报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说明上面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层层加码误伤百姓的乱象，这相当于吹响了一个整顿的号角，告诉我们某些银行的土政策是时候改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所以展望未来，在这么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更好、更受尊重的金融服务。我们值得拥有一个既安全又一个便捷的环境。绝大多数老实人能顺畅地用自己的钱，而银行能精准地盯住那些极少数的不法分子。这需要银行付出更多的智慧和努力去升级系统，去优化流程。说到底，安全与便利不应该是单选题。只要我们持续关注，理性发声，推动行业向更人性化、更智能的方向发展，那么取自己的钱不再难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你们觉得未来的改变会从哪里开始呢？